看了《星海灿烂》和《月升沧海》的朋友们，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，凌不疑其实不是真正的凌不疑，而是霍冲的儿子霍无伤。孤城一战时，霍无伤和凌不疑都已经5、6岁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2个人的样子，但霍无伤能顶替凌不疑的身份，却没有一个人质疑。这一点令很多观众感到十分不理解，为什么没人发现凌不疑是霍无伤？真正的凌不疑和霍无伤是表兄弟，2人年岁相当，只相差了2个月，身高和身形也都差不多。好巧不巧，这2个孩子一个长得像舅舅，一个长得像父亲，所以都和霍冲将军有点相似。不过这些都只是前提条件，给霍无伤代替凌不疑提供了机会。最关键的一环还得是霍君华的安排。别看霍君华现在疯疯癫癫的，他当年可是十分聪明。孤城城破之时，霍君华没有慌张，第一时间对战局做了准确的判断。凌毅带兵来孤城，却为了自己的利益杀了霍冲和霍家满门，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霍君华看到穿着霍无伤衣服的凌不疑死了，十分悲痛，但他知道当下最重要的是保护霍无伤，所以他对着霍无伤大喊阿离。阿离是凌不疑的乳名，霍无伤的乳名叫做阿征。霍君华绝对不可能认错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要让霍无伤变成凌不疑，保全霍家最后的血脉。可是顶替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？京城里多少人都是看着这2个孩子长大的，怎么可能霍君华说他是谁，他就是谁呢？所以霍君华没有带着孩子回凌家，而是偷偷地躲去了乡下。剧中说霍君华当年在孤城走散了，其实不是走散了，而是他藏起来了。那个年纪的孩子长得快，变得快，霍君华想着他带着霍无伤在乡下躲上几年，等孩子长高了长大了，别人认不出来的时候再回去。不料霍君华遇上了崔佑这个痴情人。霍君华失联之后，崔佑一直在寻找他，不过2年就找到了霍君华，大张旗鼓地把他送回了凌家，这事儿文帝也是知情的。不过在后来的传言里，都说霍君华是自己找上门来的，还因为凌毅续弦一事大闹凌家，没有人提及崔佑。这个不实言论是霍君华自己传出来的，这样一来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，大家都在看热闹，看霍君华和淳于氏争个高下，没有人在意霍君华当初是走散的还是躲起来的。霍君华考虑得很周全，要是早有人知道他故意不回来，必然会牵连到已经变成凌不疑的霍无伤。可是2年的时间，说短不短，说长其实也长不出，还不能让一个孩子的长相变得让人完全认不出。旁人也就罢了，身为凌不疑的亲生父亲，凌毅肯定能认出来自己的儿子，这是最大的隐患。为什么凌毅也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呢？骗过别人很容易，骗过凌毅确实是有些困难。幸好当时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凌毅以为霍君华已经死了，准备娶淳于氏为续弦，霍君华决定好好演一场戏。人人都知道霍君华善怒能折腾，所以他就是折腾给别人看，誓死不愿意与淳于氏共侍一夫。霍君华毕竟是原配，霍家又是满门忠烈，当时很多人都站在霍君华这边，让淳于氏给霍君华让位。淳于氏已经怀了孩子，但她还是让步了，答应生下孩子之后就回老家嫁人，不再纠缠凌毅。不过霍君华还是不同意，非要把淳于氏弄死不可。事情越闹越大，连皇上皇后都管不了，霍君华和凌毅是做不成夫妻了。最后霍君华和凌毅结婚了，搬去了杏花小院居住，还带走了凌不疑，让凌毅见不到儿子。为了不让别人追问当年之事，霍君华决定装疯装傻，不过这样一来，他就不好照顾凌不疑了。凌不疑被送去了皇后的长秋宫里，由皇后娘娘教养。后来霍君华被仇恨折磨疯了，皇后心地善良，自然不会亏待凌不疑。而且对于霍君华来说，凌不疑养在长秋宫比养在自己身边更好，因为这样凌毅就更加见不到凌不疑了。在宫里住了几年之后，凌不疑有了自己的府院，样貌也早就不是当年的孩童模样了，就算凌毅站在他面前，也不会看到他出的破绽。霍君华为什么不自己报仇，而是让凌毅报仇呢？霍君华和凌不疑一样，清楚当年的真相，但他回京之后只忙着隐藏凌不疑的身份，丝毫没有报仇的打算。霍君华没有报仇申冤，不是因为不想，而是不敢。当年霍君华和岳衡同时爱上了文帝，为了得到文帝，霍君华撒谎成性，到处抹黑岳衡，还找了一伙人绑架岳衡。
霍去华的名声早就臭到不行了。文帝曾经放过话，说此生再也不相信霍去华的话，这就导致霍去华不敢为霍家伸冤。他怕他一开口没有一个人相信他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倒打一耙，不如静观其变。报仇很重要，保护霍家最后的血脉同样重要。霍去华不能为了报仇害了霍无伤，所以报仇之事不能着急。一个5、6岁的孩子目睹了这么惨烈的灭门惨案，他是忘不掉的。就算霍去华不让霍无伤去报仇，他自己也不可能放任灵异逍遥自在。霍无伤以凌不疑的身份积攒力量，驰骋沙场，逐渐成为在朝堂上举足轻重的少年将军，有足够的力量和凌驾抗衡。他也收集了更多的证据，想要把仇人绳之以法。不过令人失望的是，文帝太优柔寡断了，所以凌不疑最后就只能自己出手了。